Yo, what's up? This is Big Bang in the building.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目前这季 MVP 的热门人选吧。Easy for him right now. At Toronto. Looks here. Tatum. Again. What are we watching right now? What are we watching? 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就是我高兴就好。没有啦。当然，我还是会根据自己看比赛的观点，结合一些数据来分析出我认为最适合拿到 MVP 的人选。我认为这届 NBA 是世代交替的一次，有许多的年轻球员都打出身价来了。所以，如果没有提到你喜欢的球员，也欢迎在下面补充。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我的名单吧。首先，第一个球员当然要提到目前龙头球队的一个 MVP， 就是我们的 Jason Tatum 塔图姆啊，场均30.8分、8篮板、4.4助攻，这样的分数完全是 MVP 等级的个人数据。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更多的球权哦，各位。目前他的出手次数和去年是不分上下的，也就是说，他提高了他的得分效率，不断的拿到更高分，帮助球队赢球，并且是在防守完全没有退步的情况底下。目前我敢说，塔图姆是全联盟攻防两端全能的小前锋，没有人可以比过他。如果你跟我讲有人可以比过他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我愿闻其详。不仅如此，我觉得 MVP 更大的价值就是能够带着团队赢球。塞尔提克不只是保持了乌多卡的防守体系，在新教练的带领下，也展开了高强的火力。整体团队的 offensive rating 是缔造了历史上最高的120.9，与第二名115.9的差距，已经是第二名到第19名110.9的差距。你就可以知道，塔图姆是把整个球队都给带了上来。其他的数据，塞尔提克也是位居前5。这样的团队和高强度的球员，塔图姆怎么会不是 MVP 的最佳人选呢？因此，我会说他是我目前最看好的 MVP 人选。俗语说得好，离开卡戴珊，布克变乔丹。这里真的要给 Devin Booker 一个 shout out， 我认为他完全没有被联盟给 respect 到。场均29.5分、5.2篮板、5.9助攻，太阳目前的战绩西区第一，无论是个人能力或者是球队战绩都非常符合 MVP 的水准。布克跟去年最大的变化是，目前处理球更加的果决，更加的有系统，懂得与常人的掩护配合，利用身体的优势先卡着对方防守者追防的空间，再看对手有没有派上人上前补防。会找到空位抛给 roll in 的常人吃饼的机会，不然就直接带起动能拔起跳投。如果是自己持球的话，会进行自我突破，直接往禁区里面攻击，又或者是急停跳投，与他对位的防守者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进球。因此，布克拿下50分这种事情已经变成是小新闻了。大家对他的标准是不是他一定能够做到？我认为这样子是不公平的。太阳整体的进攻水平都持续上升，这毫无质疑是布克占了很大部分的功劳。希望他能够持续越来越好，超越塔图姆，给大家证明他其实是可以的。第三个我认为最有资格拿到 MVP 的人就是我们的卢卡东契奇。场均33.6分、8.7篮板、8.7助攻，全联盟目前的得分王，并且助攻排名全联盟第4，是 MVP 的热门人选，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卢卡东契最大的问题在于球队战绩排名第11，这就是为什么我很纠结的点，因为我发现到 MVP 的候选人往往跟战绩是有一定的挂钩。如果你要说前2季金块的战绩也不好啊，那我们的 Nikola Jokic 也不是拿到 MVP，
可是 Jokic 拿到 MVP 我是无话可说的啦，因为当时候 Jokic 打破了 NBA 众多的纪录，显得东契目前还不足以填补球队战绩上面的空缺。不过我还是要说，目前独行侠和第一名的太阳只不过差了9场的胜差，我还是看好整体独行侠可以改善，并且东契还是有很大的机会拿下 MVP 的。让我说，目前独行侠就是虚有其表的包装，基本上现在就是靠着东契的天赋保护着。如果没有卢卡东契，整个独行侠会非常的难前进。独行侠如果在这个赛季可以交易来一些顶级绿叶，又或者是高级蓝领，练好球队的默契和提升整体的基本功，我相信独行侠的战绩还是可以在前6。只要可以在前6，我们的东契奇依然有很大的机会拿下 MVP 的奖项。当然，前提是拜托东契奇的罚球也一定要练好。我仍然相信东契奇就是 LeBron James 退役之后联盟最佳第一接班人，所以加油好吗？第4位，我心中的热门人选当然是我们家 Curry 啦，场均30.8分、6.9篮板、7助攻。Curry 有多强？不用我说，相信大家也知道吧。特别是在这赛季，我看勇士的比赛，其实我真的是感觉蛮心酸的。就是我们的汤神还有我们的 Jordan Poole 有一场没一场 ，Wiggins 很香，但是又很会控制分数 ，Draymond 又一时人来疯。并且我认为目前整体勇士的板凳还是没有补上少了 Otto Porter Jr. 以及 Gary Payton II 的空缺。但是各位，奇迹的是，目前勇士的战绩依然维持在西区第8，我可以说这完全是 Curry 的功劳。大家就算不看球，你只看数据也知道 Curry 有许多场的分数都在30分以上，并且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 Curry 的出手次数场均是24，居然有 50% 的命中率，也就是说他出手20次会有基本上10次进球，命中率是高达 51.3% 的。因此目前勇士最 C 的球员肯定是 Curry， 整个体系完全就是靠 Curry 在 carry， 因此我认为 Curry 是很有机会再次夺下 MVP 的。就真的是要看目前勇士的发展和怎样训练新人，不然的话就浪费了今年 Curry 的大好年华。最后就让大家来看看我私心的人选，他是目前联盟中我最心爱的球员，也就是我们的 Spider 米切尔。哇，场均28.7分、3.9篮板、4.9助攻，骑士目前排名东区第3。米切尔到骑士真的是完全解开封印，比起在爵士畏手畏脚的打挡拆，现在的米切尔更多时候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目前在骑士，大家都会将球权交给米切尔去掌控比赛，他成为了整支球队最主要的得分手，扛起了整个骑士的进攻端。除此之外，我认为目前骑士是全联盟中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有潜力的球队之一。Jarrett Allen 可以挡拆和肉运， Kevin Love 有自主进攻的能力， Mobley、Garland 都有很强的得分能力。今年的骑士无人可挡。当然，完美的阵容配上米切尔的数据，绝对能让他拿下 MVP 的台特。若他能维持这样的水平，至少就算没有 MVP， 排行榜也可以是前3。那至于能不能拿下，就要看他后续的发展了。这支影片还有许多没有提到的球员，像是去年的热门人选 Embiid、Jokic、Giannis 等等。你要说他们今年还是热门人选，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今年可以纳入 MVP 的人选实在是太多了。我敢说，如果 AD 他可以保持健康的水平，并且突破现在的表现，他也可以变成 MVP 的黑马也说不定。说个有趣的数据给大家听，
如果大家有看今年 Anthony Davis 的数据的话，其实跟你们嘴他在 Mickey Mouse 园区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你那时候看到 Mickey Mouse 的 AD 有多顶，现在的 AD 就有多顶，甚至还超越了他之前的数据。所以我还是很看好湖人的前景，我还是要在这里立一个 flag， 而且我加上我觉得 Westbrook 真的是进步太多了。好，回到来原本的话题，目前我个人提出的这5个人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他们有很大的进步，也有非常漂亮的个人数据以及带队能力。还是要强调，只是个人喜好，不喜欢勿喷，只是想要做这支影片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喜欢的 NBA。好了，你认为哪一个球员更加值得 MVP 的称号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拜拜。